每次和他去买衣服，都会落了一身埋怨。明明都是好心，却办成了坏事。我到底该怎么办？啊，一件小事儿，引发了一段情感上的大冲突。买衣服会有什么样的矛盾呢？短片里的这位先生究竟遭到了怎样的不信任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徐先生45岁，职业个体；女嘉宾郭女士51岁，自由职业者。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这都得叫大哥大姐呀，这岁数摆这儿呢。哎，姐弟恋哦，比他大6岁呢。是。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处对象呢？谈恋爱多久了2年多了。这个他们拍小片说，这个买衣服每次都好心办坏事，怎么了呀？你说好容易休息一天啊，他陪我去上街买衣服啊，挑服装的时候，我在这挑呢，人没了啊。我一直在你身后站，我怎么还没呢？那我怎么没看着你啊？人家有一个小姑娘在那看服装，你就过去跟她聊去。人家那小姑娘去换衣服去了，上试衣间，她跟她屁股后边跟她过去了。哦，那我过去不是看她衣服了吧？看你穿合不合身啊？你看我，人家那么瘦，我这么胖，你给我挑衣服来了？衣服大小号她都有的。你说我在这边挑呢，本应该是陪我来的，你应该是跟我来参谋。但是呢，他就一会儿过去了，又跟那个收银员又聊上了。我跟收银员不是问价钱的吗？问能不能打折？你问价钱那是标牌上都有，你为啥不去看去啊？行，我们听明白了。反正就买衣服的时候，他喜欢跟陌生的女性多聊会儿天，是这意思吧？这事儿不是说，就是说，你说一到每天白天的时候都处理好好的，一到晚上时候，突然间就来电话了，说我不回去吃了。你不回吃是行，朋友你也愿意交在外边，我也不管你，但是你不能把手机关闭吧？我没关机，这是没有电了。他又说我关机。你2部手机，有一个关，一个我怎么打也打不进去，我怎么联系你啊？有时候没有信号。过半夜了。不，问一问啊，是他每次出去吃饭都关机，还是偶尔可能1次？10次得有9次。哦呦，你这咋这么说呢？而且你还过半夜回来，你回来早的时候都是10来点钟，而且我打电话的时候你这很不耐烦的。还有什么呀？白天吧，人我们都定好了，说的，你看今天白天，没时间，晚上我陪你去洗澡，把洗澡钟都带好了。我先在家等着吧，我把饭都做好了，这人一打电话，我不回去了，不回你在外边吃也可以，都8点多了。早上是说好了洗澡，咱俩。那时候计划没有变化快嘛，人家朋友找我吃饭。天天都是在变化，我就去找他。怎么了那天啊？找他了。我说你在哪儿？啊。他说在哪儿吃饭，我就去打车找他。他就真为我找他去了。我当时去找他的时候，我也不高兴了。啊。我说你关机了。啊，我怎么关机了？我当时我看他一开始跟我说是没有女的，后期我看着有女的。他当时可能也是看我去了。那是朋友的媳妇后去的，他就看见了。发火。他就不乐意了。就在饭店就骂我，发火是什么呀？发火是什么？发火是你冤枉我手机关机，手机2个手机没关机，你偏说关机，一部是打的你不接。那服务员不跟你说好了吗？说好了，人家敢说吗？人家敢不像着你说你在那都摔杯子了。人家饭店确实信号不好，你硬说我关机，你把杯子都给摔了，他我都不生气吗？好，澡没洗成，还引发了一场完了之后血案。走到外边之后还骂我。2部手机全拽碎了。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你就都说了吧。他就玩微信，你说玩微信我不懒，玩微信抢红包，我总发现这个女的给他发。啊。人家发红包是咋的？是最佳的发，人家看我没有时间替我发一个挺正常，他就知道了。这家就不乐意了。这个女的怎么不给别人发？怎么专门给你发？也给别人发，你偏偏说不给别人发。我都听见了，他给你发，你给他发，你俩什么关系啊？而且这个女的还管他叫小鲜肉，抢红包你偏说叫人吗？啊，叫小鲜肉。他叫小鲜肉。你俩什么关系啊？小鲜肉是群里的，都岁数挺大的，我是年轻的，人家起的外号我也不能封人嘴啊。他就说叫小鲜肉就不好了啊，没了吧？有。接着说。他说钓
钓鱼。我说下午的时候我很难受，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很费劲他。完联系上了，我说你在哪儿？我说你把你这个坐标你给我排一下，我要想知道你具体在哪。他偏要我给发位置，要我发视频。那你说开车发什么视频呢？他就不相信我。发没发呀？后来？后期他又告诉我啊，我一会儿我要接我大哥去，我大哥钓鱼呢。我说那也行，你钓鱼行，你钓鱼你把你钓鱼那个地方鱼池你给我发过来。我怎么叫他发，他都没给我发啊。后期他让我哥给他打电话，问他到底是我们在一起。我哥给他打电话还不干，你哥说护了他，哎呀说护了你，你一直是这样式的啊！你告诉你哥，你给他打电话，那你哥打完电话马上关机干嘛呀？啊，关机人家手机没有电了吧？也赶巧了，你又说俺俩护了你，都是这么巧。对，没错。评书不是常说吗？无巧不成书。我不说，那个拉小女孩的时候，这都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拉脚嘛，是吧？可是他呢，这个女孩上家来找来了。上家来找人是着急有事，你把我锁到家里了。不，很混乱。等一下啊，慢慢说啊。他把你锁在家里了，他为什么把你锁在家里？别人女的老给我打电话用车啊，他就不让我出去。哦，有一天我上他那去吧。您的职业上面说是个体是什么呀？就开车的是吧？对啊，明白了。你说哪有你这样事儿的？我心寻思我把他关家2天，我说你陪陪我行不行啊？你这段时间你说你都做些什么呀？就嫌我不陪他了，那我出去得干活挣钱呢。就给我锁到家里，我一推门怎么还给我反锁里边去了？哦，那是反锁，可不是是反锁吗？是我出门的时候很有时候带上这锁，我不愿意让他出去。啊，行，我寻你这段时间陪陪我。这个小女孩人当时吧就说了。家里那边有急事想用我下车，这来找还来了，他俩。那他怎么总联系你来呀？你总是用车吧，打电话用车嘛，那非常用车。打电话用车那么多车，他不叫，他怎么专门爱联系你呀？他学校附近，他还过来，他跟我打仗的时候，这个小女孩说我是他们俩的绊脚石，哪有这样事的？你小姑娘有对象，怎么能说你绊脚石呢？有对象，有对象，这个对象是吵嘴了，你跟他说些啥了？一直在车里哭。他咋这么大胆骂我呀？哎呀，我让大姐说下去可能就没完没了了，要不然我问问行吗？可以。可以吗？可以。特在乎他吧？对。你是觉得全世界女人都喜欢你男朋友，对吗？是还是不是？是啊。那您这个以前也应该有过婚姻对吧？有过。单身多久之后认识的他呢？单身好几年吧。哦。4年那样。哦，第一段是为什么离开？也是因为怀疑吗？不是，死亡了他。哦，丧偶是吧？啊，对不住。您呢？我是离婚的。啊，为什么呀？也是家庭矛盾吧。哦，这个喜欢这大姐吗？喜欢。您还想跟她在一起吗？想。哦，为啥呀？因为她对我非常的好。人好还天天查你。她可能在乎我。哦，在乎啊，想得倒挺清楚。你为什么非要跟她在一起啊？让你那么不放心，买个衣服勾搭别的女生，对吧？哎呀，做一个司机勾搭乘客是吧？又不诚实，手机还经常关机，你干嘛非跟他在一起呢？我怕再找一个再不如他。明白了。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徐总，大姐，就拿您2位从刚才转门里出来，你就感觉我就觉得不合适。为什么？就是一先一后，步调始终是差着。而真正在生活当中呢，步调差的还真不是一点半点。都说女人第6感很敏感，很灵。她所有说的这些行为，我们觉得至少她的心不全在您这儿。她真是那个今后要去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吗？我知道您单身，在丧偶之后单身这段时间其实很苦的。您应该跟前任的关系还不错，用了很长时间才敢迈出这一步。再次去找另外的一半，对不对？对。你觉得迈出这一步本身就很不容易，你不希望他失败。即使现在有了，你觉得已经不靠谱了，其实你还是想试图挽回。但挽回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把他锁在家里，就是给他打电话，他始终就不在那个服务区啊，何必呢？您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而且能看得出来，一旦付出其实是不求回报的，只不过别触及你的底线，但你的底线一次一次的被他拉低，对吗？而你完全是一个失控的状态。这位大哥呢，就想说您2句，
不要利用这位大姐对你的爱。如果你觉得她的好，踏踏实实的，但是如果你明明的心已经不在她身上了，就千万不要拖累人家，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白老师，我们说吃醋管着这事儿，您知道意味着什么，或者它传递的是？在生活当中，总有一种男人，总有一种丈夫，家里守着个丑妻，在外面彩旗飘飘，让他离婚吧，不离，那你就不准花，不行。我开始也想不明白，有一天，我经历过一件事情，想明白这个道理。我有个朋友，他经常干副业。他的正职的工资不高，也就3、4千块钱，他每个月的副业能够挣到7、8千，而且这样的状态持续了2、3年。于是我问他：“你既然副业这么赚钱，你索性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副业上，这样的话你不是挣得更多吗？而且也自由，不用东藏西躲，还要老是要跟领导请假。”他是这么回答我：“没错。”这个副业挣的是多，但如果没有了正业，我没有安全感，也没有归宿。我想，那种喜欢在外面花的男人，而又不愿意离婚的男人，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原因吧。而且在这儿我还要重申一点，花并不代表一定要发生些什么，麻烦就麻烦在不发生一些什么，却喜欢在外面招蜂引蝶。有这样的男人。生活当中也有一种女人，明明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外面喜欢花，她死活不离。我也问过他们为什么，她说有3种原因。第一，有总比没有好吧。第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万一找一个还不如她的呢？第三，她花归花，其实也没发生些什么，我也没抓到什么证据，终究他还是能回家的嘛。不要太把他当回事儿了，开始活得清醒一点，就这样。难受啊？为谁哭啊？为自己。哎呦，命好苦。是不是如老师说的是那样的人？其实我觉得不重要。因为我们不了解你现实生活里真实的你是怎样的，我们只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通过你的现任女朋友对你一些事情的描述去做一个推测和推论，花不花自己心里有数就可以了。所以它的重点在于说，一段感情2个人最清楚我们需要的什么，是好还是坏。你不能一边要着他给予你的东西，你享受着，另外一边你又不给予他所想要的，一定要考虑对方的感受，或者叫顾及对方的感受，懂了吗？
因此呢，想清楚，还是那句话，不要自欺欺人，不要骗自己。他们不是说吗？世界很大，想走走吗？这句话同样适用。世界很大，还可以再找一个嘛，没什么嘛。你们都单身吗？对吧，大姐？大哥，好好的想一想今天老师们的话。啊，时间留给你们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亲爱的，我们相识2年多了，你对我的好非常感动。在这之前呢，彼此感情非常好，你也那么信任我。最近产生了一些误会，确实我错了，我以后绝对不再让你伤心难过了。之前那些女人，我会和她们断绝来往，求求你给我点时间，我真的不舍得让你离开我。这10几秒过得好压抑呀，请认真考虑。2位请回，谢谢。一对中年情侣在相爱了2年多之后，情感出现了大的危机，无外乎于是信任还是不信任，花心还是不花心这点事儿。来，请关门。最后当男方表白我要改变的时候，女方给予了一个长时间的沉默。这个沉默背后意味着什么？铤而走险的再试一次，还是毅然决然的离开？稍后我们将见到分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请关注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 剧丽、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现在，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内容。现在是发福利的时间了，请您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进入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100万红包等您来拿。这位51岁的大姐，她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呢？请开。哈哈，真服了。还是那句话，老师们给出的只是一种思考的方式，日子要他们自己过，舍不得一定有他舍不得的东西，好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大姐啊，你要出来了你就高兴点吧，你要还那么难受你就回去吧，多委屈啊！哎，别着急，别着急，哎呦，着急忙慌的，你看看，哎，你要不高兴，咱可以不要这仪式了，大姐。你出来啥意思啊？我得想考虑考虑，我给他点时间，我给我自己点时间。给点时间，给自己点时间。那个浪漫的仪式您还要吗？不要。不要，对，不要就行。礼物我送给您啊，药宝师、易贝师，带着礼物走，好吗？啊，这是美容的吗？拿着。不就是说给点时间吗？咱这仪式也别要了，别别扭扭的。什么时候您觉得真行了，我们欢迎您再来，行吗？谢谢。两位从这边走吧，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